肉，这没肉你就哎，我给你看肉，人家罗朗啊看肉写了一本1寸多厚的这个书，对，专门就讲这个美国的肉。我觉得咱们有点仪式感哈，在这个为了引起这个弹性，我们先凝视一下啊，凝视一下。小青老师，先来发表一下您对肉的感情。这就是西方的肉，这是中国的肉是什么肉？因为餐具的不同，对，所以菜肴在外观上就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所有的菜是服务于筷子的，是哦，是给筷子的，就是筷子夹好了正好就可以。西方的肉它有刀叉，它可以再一次的分割。哦，所以他们就是大块儿，他们就会整块的。对，我们的刀工是，源于筷子和火候，就是受热的快慢以及享用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一口一个。那人一定要吃肉吗？不一定啊，当然不一定。你比如说我们那么多吃素的人，我现在也是吃素比较多，平常。但是那我得跟你讲讲，你知道你说这个吃素啊，现在有一家美国吧，反正是西方吧，做这个人造肉的公司，今年5月2号上市，26个交易日内，这个股票涨了将近6倍。这个人造肉不是那个豌豆、大豆，不是植物蛋白。然后我查一下资料啊，我觉得不可思议。说是1912年有一个西方科学家切了一块这个鸡的这个心肌组织，放在这个培养的一些东西当中吧，说跳了20年，就这儿起了这个头。我还查到哈，1931年丘吉尔，英国那丘吉尔就是说，50年后我们要吃一块鸡翅膀，用不着真的去养一只鸡、杀一只鸡，我们可以培养出来一块，就所谓。然后呢，你知道就是2012还是2013年？哎，这小青老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这知识您这个你来讲，还是你来讲？就是说啊，真的造价33万美元的人造牛排，它就是取动物的这个活细胞，放在培养皿，其实是一种试管肉，然后就有了。现在有了之后呢，你知道这股票上升吧？投资这个人造肉的有一个人大家都熟，比尔盖茨。然后说拿了一块鸡，然后说这个比尔盖茨品尝，比尔盖茨的评价就是惊喜，哦，这 surprise， 或者但比尔盖茨不靠谱的，他的品味。对，因为比尔盖茨咱都知道人家境界不一样。比尔盖茨还有一句话，就是要把全世界所有的牛组成一个国家，将会成为什么第3大什么气体啊，那个污染地球的气体排放国，对吧？臭氧。所以说，相比之下呢，还是中国的一个网上的视频博主，他呢据说做了一个实验，就把这个真的这种人造的这个肉和那个真实的那个肉放在一块儿，他的猫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说这说明什么？这其实就是风味。怎么讲？我们现在的科学倡明啊，它可以做出来人造的肉。但是呢，它解决的是你的营养的问题，但是它好吃与不好吃，这不是它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那么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我们除了关注它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动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还能有愉快的感觉。那这种风味的东西是要靠时间，靠它的生长，靠它吃的食物、水等等的。才能够出来。不过这一点啊，倒是可以这么来看。比如说前几年国际厨界很流行做分子料理，分子料理的基础其实是科学，是用科学重新检讨所有烹饪的原理，到底背后的科学根据是什么？比如说以前我们煎牛排，传统的讲法都是先2面快煎，让它结晶化，让它锁住里面的肉汁，锁住水分。然后再拿出来嘛，以前都是这么讲。那么，可是分子料理跟一些学者的研究，就是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它是不是真能锁住那个肉汁？它是不是真有道理？然后做种种研究之后，发现其实要做到同样的效果，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也能做到类似的效果，不一定必然要这么做。好，所以再进一步研究，就可以研究，比如说一块肉，我们吃到嘴里面，我们为什么觉得它好吃？
我们觉得它好吃，其实是我们舌尖上的一些的化学反应。那只要把这个化学反应的机制理解出来之后，我们能不能够用别的材料来重组这种化学反应的发生？那么因此，现在人造肉其实是往这个方向走。就到底我们吃一个东西觉得好吃，它的理由是什么？你觉得这个东西像肉的质感，它像肉的风味，它那个味道来自哪里？假如我们能够用科学手段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做到的话，有没有可能达到，比如说，您都觉得，这也果然是有风味呢？你要这么讲，那我比你还会幻想，也不见得是科幻。你要是这么说，它还不够极端。那个极端，将来这个人工智能，直接刺激你大脑里的味觉感应的这个神经，让你产生那个感觉，你还不用真的吃了增肥。这的的确确，比如说现在很多厨师啊，在我看来，我个人不太喜欢那个路子啊，就有些厨师喜欢强调刺激五感，包括一些很红的厨师，比如说一边吃的饭还给你播段影片，要听着什么声音，身边的光要怎么样变，温度要怎么样变，因为他们相信透过这些声光环境的变化都会影响你的味觉判断。那有的其实这也已经很接近于你刚才说那个状况，他在调控。但是小青就失业了。不会，不会，It's theater, it's performance。对，那是个表演嘛。英文气的讲英文了。给你一种，我感觉我刚走入一个真的有哲学文化的一个环境，就是太兴奋，控制不住，所以讲起英文来了。其实我觉得，两位老师说的确实是有道理。最主要的对我来说的问题就是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解决吃饱的问题，就是人类、动物类所有有生命的东西是最基本的一个需求，对吗？但是解决这个、满足这个之后，那如果全就是，其实我听说一个科学家就说，没有必吃的东西，只有必须有吸收的一些营养的，对，矿物质、维生素什么，这个是你身体就是我们能检查出来是比较正确的，你需要多少这个，多少那个，每天每年就可以继续生活，继续活着。但是满足完这个之后，那就是最基本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就觉得你对这些养动物的那个方法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您讲到这儿，我就正要请教你的专行了。就改变历史的动力有很多，其中一个真的是吃。你比如说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当年都是世界各地的移民到这里。我后来看一些资料，我才发现啊，肉是吸引他们的一个原因，因为美国这个大草原呐，那它包括后来这个玉米，它养这个牛羊猪这个肉。太容易了，就是说18几年的时候，一个爱尔兰人给老家写信说，我在这儿每天都能吃到肉，然后老家的人给他回信说下掰不可能，就等于当时这个肉是吸引移民的。但是我请教你是什么？就我去美国的时候啊，没有你这样的带路，我觉得我没吃好，所以留下我一个感觉啊，我觉得美国的牛肉呢，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太好，我觉得比较柴，因为到后来我要后来到日本，我就吃到了这个所谓的那个和牛啊什么的，哎呀，那个真是一咬啊，那个入口即化呀，汁液四溢啊。你喜欢吗？很香啊。美国的那个当时我吃的那几家，我怎么都觉得柴啊。这个就是文化，你吃的时候，你寻找的那种口感和感觉是一个样子，但是别人就是你刚刚说的，你觉得好吃吗？其实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吃瘦肉。前一段时间我也给一个朋友做一个牛排，也是美国的牛排，然后吃的我觉得这就是顶级几家级的那个牛肉。然后他就说，我每一道菜上完之后，我就会问，你觉得怎么样呢？然后他就说，其实说实话就这样的。然后我觉得哪一方面他说有点拆着吃的时候，他可能就习惯了，就在5星级酒店吃的就放的嫩肉粉的比较多，一口咬了就全部都放嫩肉粉了。所以就说的就是确实是你没习惯，就像这个东西，之前我在成都酒店做总厨的时候，我们经常就给美国领事馆做这些东西，一个订单就几十个、几百个、300个这个东西，人吃的特别开心，特别香，就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放在那个自助餐台。放的时候发现，就是收盘基本上没人吃，还是吃一口就放在那儿，
就像窦老师就吃一口就放在那儿，总会说为什么，也不是太甜的问题。没不勉强，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太甜的问题。他说，我问了我的服务员，为什么不吃的？他们员工就剩下的东西你随便可以吃，带回家，他们就不吃这个。就是给我感觉肉桂卷就是西南地区，就是要么火锅，要么就是这个五香卤水的东西，给我的感觉就是在药铺吃个饭，就是这个太香了，所以确实。要做这个东西之后，我就是要修改它的配方。我就说小青可以给我们讲讲，你说这个肉，咱们觉得什么肉柴？中国人和西方人、东方人和西方人对肉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怎么说？你比方说，我调查过，比如说我们每一次做美食节目，我们都会有红烧肉。就是这个中国人就会特别热爱这个红烧肉，尤其是肥而不腻的部分，入口即化。但是我的好几个欧洲的朋友或者美国的朋友，他们有的可以接受，有的就觉得这种像啫喱一样的没有质感，就这个口感他觉得太软了，这个我接受不了，太肥了，这个我不习惯。所以同样这个你比如说牛排，那他们喜欢吃这种比较瘦的牛排，那我们就喜欢吃，像和牛啊，像澳洲的那个安格斯牛肉啊，就这样的小牛啊，喜欢吃这样的牛排，其实也不一样。对啊，煎的熟与不熟也不一样。瘦肉就一定柴吗？吃着不一定，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如果你煎的火候就是或者说它是我们说的3分熟，就是。medium rare 啊，那它就不柴，它确实不柴。比如说，但是呢，我们经常比如说我和我同事也去美国拍片，那他就会要 well done，或者是 over done。他怕就吃生的就不舒服。他吃的，他看到血他就会不舒服。那这就确实是跟你春芳这个牛肉的方式有关系。对，其实中国的牛肉确实是挺新鲜的。对呀，问题在这儿，它就是刚杀头牛就放在菜市场，那就是新鲜的牛肉啊。那你吃这个的时候，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就可以把肉里面的酶就把它蛋白质熟成，或者它没办法熟成。对。对呀，所以他们就是肉的专家。你们，你觉得美国的牛肉和别的地方的就是有名的牛肉有什么不同吗？你看这个火腿，他说的意大利的火腿、西班牙的火腿，其实美国也有火腿，很长时间历史的火腿，但是这个就是用猪、盐、时间，传统的方法就是这个干制的那个方法，但是最后做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为什么？猪吃的东西，那个师傅的那个技巧，他的方法，还有空气里的菌，对，就是地理位置带来的那些就是水土的那种风格，还有它的影响，这个会影响到最后的那个东西。你看北半球，西班牙、意大利、中国、美国都有火腿，特别奇怪。而且那个他们没有商量过，他们时间也都差不多。美国的火腿稍微晚一点。因为它国家的历史短一些，但是美国在华人超市你买一个金华火腿，上面写的，然后底下会写 Made in Virginia， 就弗吉尼亚产的金华火腿，跟这个一样的，它就很有趣。这个不是阿兹塔克人教四川、云南、贵州的人怎么做这东西，对，他就看同样的一个食材，就有同样一个灵感，要不我就因为就是最早按我理解就是烹饪料理、饮食文化这些背景呢，都是从储存食物、解决储存植物的一个源头的开始。我们多余的时候就什么都有，我们就是枯萎的时候，还是不应激的，还是动物猎不到的，那就挨饿，对吗？怎么储存这个东西？刚刚讲腌东西啊，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说明什么？我们过去一直觉得吃东西要吃新鲜，其实这是很多人的误会。我们大部分人其实对我们绝大部分时候吃的东西都是不新鲜的，而且所谓的储存食物的方法，很多人都以为就是做菜是一回事儿，制造一桌菜出来是一回事儿，我储存一些食材是另一回事儿。不是，储存本身就是一种烹饪，所有的腌就是在储存，
但同时在红烹饪。酒啊、雪茄呀，是吧？然后另外还有包括你说罐头，很多人都瞧不起罐头，但是有些东西就是做成罐头才好吃。你们尤其葡萄牙的沙丁鱼，就它那是罐头本身就是在烹饪它，就是在处理它。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对腌东西这件事情感兴趣？比如说发酵的食物是怎么回事？其实那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但是这个过期食物健康吗，小强？这个跟健康不健康没有关系。我们的祖先茹毛饮血，那最早我们吃新鲜的肉，打了猎吃新鲜的肉，我们是不能消化的。对，我们在发明火之前，我们同时发明了腐烂的这个技术，就是当我们吃它的时候，我们排泄出去还是它，但是我这吃什么排泄什么？对啊，它吸收不了。对，尽管我们的人类的肠道已经进化了那么长了，但是它还是消解不了。但是呢，轻微的腐败之后，我们发现，哎，我们可以吸收了。当然，茶叶你就很简单嘛，茶叶你试过新鲜的茶叶摘下来泡没有？那是中毒的。我看你写的那可不是适度的腐败啊。说你吃过那个16年的那个鱼，对，你给描述描述。那实际上就是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保存食物的方法，叫炸。现在它就是日本有用对，它实际上是用米或者是谷物的颗粒放进去，加快它的非常好吃发酵的速度，它会变酸。就是苗族啊、侗族啊都吃这种酸鱼啊、酸鸭子呀，那个肉已经都完全的腐烂了。但是呢，第一，它对身体确实是有好处；第二呢，它有氨基酸，味道不差。这味道使它不差的是什么？味道不差的实际上是里边的发酵之后的，就是依赖我们说的是依赖，比方说青霉菌，比如说酵母菌，比如说泡菜里的这个乳酸菌、酵母菌，对，来产生的风味。它其实呢，他当上次写的那个，我倒真觉得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跟西方人有一种可能我这个也是偏见哈，因为我这吃法餐呢，我就老感觉呢，我们比较重视舌头，好像这个法餐呢，它同时特别注重鼻子，就嗅觉。其实大部分的你像他吃16年那个鱼，那真是我听说迎风臭十里，当然说不是这样，捏着鼻子，是不是就捏着鼻子吃？但是西方也吃臭的呀，那个味觉，西方来自鼻子嗅觉，对，西方吃臭气死一样啊，鲱鱼对不对？一样。冰岛的鲨鱼肉，那鲨鱼肉才是我见过的鲨鱼最臭的肉也是东西我见过我最不能吃的东西，臭到什么程度？我唯一吃不了臭到什的东西么程度？就是就是一般的人就会觉得世界崩塌了。你吃得下去吗？我吃得下去，我吃得下，我吃不世下。界崩塌了。我真吃沈不下这个，鸿飞曾经我真吃不下。想了一个东西，用蓝纹奶酪，这个中间再插上王致和，再插一块臭鲨鱼，这道菜呢是一个国际菜，叫诸葛亮 tapas。三个臭皮匠。那回头讲，你刚才讲那个生鱼的那种腐化，其实它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像日本就做这种嘛，现在还很多嘛，苏西夫米。苏西夫米这个东西，但它其实还产生一个东西，就除了味道之外，它会产生一种特别的质感。那种质感是什么呢？如果你爱吃奶酪的话，你就会爱吃它。它的整个感觉像半融化了的 Roquefort。那种奶酪，黏黏的，对，黏黏的，咬起来用手掰的话是有丝的，那个鱼跟米是粘在一块的，对，有点像放了10几年之后的效果，其实很好吃，而且很奇怪的是，不同的鱼去做这件事情是效果是不一样的，就你以为比如说放了几年之后就全都没在一块了吧？不一样，完全不同。那鲨鱼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鲨鱼你直接吃会毒死的。因为而且你会深睡。我们所谓的睡美人的故事是从鲨鱼这儿出现的，就是你吃了新捕的这个鲨鱼了之后，这个你就会沉睡很长时间啊，它是深睡。那后来冰岛人就是北极圈里的人就发现，把它放臭了，这个毒素就消失了。
哎，臭了就无毒了。哎，它就很有中国意思。也有很多这个东西，对处理的是一样的。中国的加工可能一点都不少，比如说糟、醉、风干，很多很多种。对，那你说用什么东西喂大的肉？你比如说美国的牛、猪，它就是吃玉米嘛，谷饲料。谷饲叫谷饲。咱们是拿什么喂猪啊？我们是杂食，杂食。对啊如果其实一个地方就我觉得这个其实猪是我们全世界上的唯一的动物是没有第二、第三个功能。你就像牛是可以拉车，可以帮你种地的，然后羊就有它的毛，对吗？鸡有它的毛，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是猪主要就是它的油和肉，羊呢它专门就是油和肉，而且它就可以，就是养好猪的基本上就是一天可以长1斤肉，那就是1年的时间365天，你有几百斤的一只猪，对吗？ 365斤的猪，是差不多了啊。所没以有养那么，现在养这样就亏本了。对，一般就是5个半月就出来。就是罗朗让我知道啊，林语堂也是有错的。他喜欢写那些幽默的文字，所以我想他是有点开玩笑的性质。他说，比如说中国人吃这个猪，美国人呢吃这个牛。从罗朗的书里我才看到，就是并不是中国人对猪就美国人就不吃猪。就比如说咱们中国有句话叫“猪全身都是宝”。对。你他说美国也有这句话，当年 everything but the oink，它可以在猪的身上用的一切，除了它的他上一次以外，他上一次给我吃的他的饭就是美国不同地方的下水，卤煮都有啊。哎，非常非常非常棒，就是他改变了我对西餐的看法，因为过去我们都认为，那西餐嘛，就是只吃肉，这个汉堡、薯条对，他就这些下水他们就都扔掉了，太可惜了。后来发现他们也都吃，后来我又看到 McPollan 写的那个Cooked 那本书烹，他说他的母亲在60年代经常在家里做下水处理起来麻烦，人工太就还有它耗费的人代表一个就是不太健康理想的一个时代，对，就是没其他东西吃，就像牛舌头，我有一道菜在书里面，就是原来我奶奶经常会做这个东西，因为当时他们就是美国一战的时候，世界一战的时候，他出一些那些画册，就是说你那个牛舌或者是猪蹄或者这些东西可以怎么用得上，为了吃饱。那就是你吃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爱国的动作，就是节约东西就可以运到欧洲，就是提供战场上需要。对对对，哎，说你们美国还有一句俗话叫做什么来着？什么牛肉强国呀，这培根壮胆啊什么的，是不是有？没听说过，这也是林语堂写的吗？林语堂听说过，对，美国林语堂写的。对，就是所以，我就是说这里边又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一个误会。就是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美国人是不吃内脏的。我一直记得我带一个德国小伙子头一回上那个北新桥，北京北新桥吃卤煮，我天哪，我知道吗？就说你们怎么能这个吃这个？就是他说他说你们中国文化样样都好，他说但是我唯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猪的内脏，你们怎么能拿来吃？我还记得但是照第一次你这么说，我把我爸带到中国来的时候，我带他去一个就是北京的一个小餐厅，然后就看的就是有鸡脆骨，还有鸡爪的，他就说肉在哪里？他说鸡胸肉的鸡腿肉在哪里？但是这个就是一种带来的记忆。我先问一个具体的，他那个卤煮，他们的猪内脏和咱们的猪内脏吃法有什么不同？没有特别多的不同，吃起来跟只卤煮是一样吗香料不一样。玉米本来就是玉米，你给谁用的，但最后的那个做法也会有点像。可能做法上不一样吧。比如说，我一直觉得比较奇怪，就我比较惊讶是美国人吃这些，因为我的印象中欧洲人是吃的，对，其实德国人也法国是只是你吃认识的那个德国人是新德国人，对，这你比如说，尤其是欧洲的话，是分界线很清楚，多的天主教国家跟新教徒国家不一样，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跟德国、荷兰、英国就不一样。那么美国是比较新教徒国家，我发现新教徒国家对于吃下水这个东西比较不普遍。比如说法国就很多下水，
特别是原来如果你家里面是做屠夫的那种，做屠夫的是好肉都卖给客人，自己家吃下去，确实是有这种的历史，有这种传统，所以他美们国厨子也这样吗？我就好奇，原来美国也会这样。因为按我理解是这样的，其实你说意大利、法国，他们都有历史上很多困难的时候，对吗？然后你说的那个爱尔兰的朋友，其实爱尔兰，和英国，有发生他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对吗？爱尔兰就是一种地方，他们就把英国的那个海军。专门做它的食物，因为那个时候就像梁老师说的，海军能当食物吗？对，因为当时都是木船的什么，哦，帮海军啊，对，就帮他们做食物的，对，都是这种储存的食物，对吗？就是腌牛肉、腌猪肉什么，当时爱尔兰人吃不到什么肉，对，偶尔吃一点点的猪肉，都是类似于培根的，培根 bacon 就是意思就是你背上的肉 bacon，哦，真的是 bacon 背上。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在壁炉的那个派烟的。就会挂起来，腌制之后挂起来，然后他们就发现他们挖出来的这些烟有一些小酸钠的作用，就是防腐剂的，对吗？后来他们到美国，你看就是一大片草原或者树林，就是地方够宽，人少，所以除了你说是移民国家，还是有一大部分的印第安人，就是本土的人，对吗？原来也有他们自己的饮食文化和习惯，很少人说，但是这个是影响到美国的饮食习惯是很重的。后来他们到美国就发现，确实是肉便宜，地也便宜，因为抢别人的东西本来就便宜，对吗？就是地也很便宜，然后他们可以放很多的动物。其实原来猪、羊、牛什么都是从欧洲带过来的，所以他们认为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个牛排，他们原来吃不到的东西，这就是影响到他们后来的一个饮食文化。就像羊肉，为什么美国人现在不怎么吃羊肉？原来英国、美国打仗的时候。他们就是英国要求你所有的衣服原来就是不是棉的，是羊毛的，你必须从英国进口的，你自己养这个羊那就是违法的，所以开始要说，那我们主独立的，他们说你千万别吃羊，羊就是为了有羊毛的做衣服的，所以改变这个习惯，越来越他们就不吃羊肉。吃的牛肉，吃的猪肉这个东西，然后你看他们原来跟当地的印第安人有交换的，比如说 Monticello Thomas Jefferson 的那个住宅，你可以看后面大房子厨房的后面，他们有很多的骨头扔在那儿，驴的骨头或者是牛的骨头、野生动物的骨头，基本上就是这一块。就是怎么会是他们自己去打猎还是养这个东西都没有那个炉头，对，没有它的脚，头颅，没有它的那个内脏什么，只有内排的，因为就说明他们认为这就是好吃的，我们要吃奢侈的东西。对对对，它也有鄙视链。对，哎，小青，你说肉有鄙视链吗？当然肉有鄙视链。你肉的鄙视链介绍太强。中国古代的肉就有鄙视链啊。那牛肉的风味更好一些，就是牛为中。那最好的呢，就是羊，羊为上，羊大为美。你说猪为下，猪为下，牛为中，羊为上。羊是美的，羊是美的，但是呢，羊怎么来做呢？羊肉里边有3条，这个叫短链，哎呀，我不说这些专业的球蛋白，对，它是会有膻味，就是像淋巴那种。对，那怎么来烧呢？后来又发现了，和鱼一起烧是最好的，就是鲜。这就是鄙视链。羊和鱼就是鲜啊，这是在汉字里面就是鲜。那在一个牛身上不同部位的肉有鄙视链吗？那你这个可以交给一个潮汕人。怎么说？潮汕人那个对，潮汕人会把它分成很多吊龙啊，这个齿饼啊、齿人呐，不同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到这个在广东，这个鄙视链是特别强的。比我在广州特别喜欢吃一个叫，我不说餐厅名字了，他把一个猪头肉分成不同的部位来涮火锅，就是清汤涮火锅。你发现有的是脆的，有的是甜的，每一块肉都不一样，可能是牙齿外面的肉，可能是天梯的肉，他都把它处理得特别好。新疆也不是有一样的吗？对，一头羊就可以做200多菜，就是每一个部位都。那特朗普这个现象，都在说明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尖锐对立。关键是，
像这样的一种对立，未来会走向什么方向？那么双方这种尖锐的矛盾，未来会明显影响全球化的进程。我想出路无非两条，一条就是全球化必须要减速，因为全球化它这个整个体系的背后就是效率高于公正，我主要强调效率，至于社会公正，我不管，我也不在意。所以说你会看到精英对于大众的这种经济痛苦是采取了一种漠视的态度，包括现在说这帮人是民粹主义，这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精英心态根本就没有自省的这种状态。那么再往下发展，这个东西就会出问题。所以如果不踩刹车，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切的全球化的努力，恐怕最后都会出现严重的这种后果。减速，这是一条出路。减速就是放慢速度，大家赚钱不要那么快，少数人赚钱，你不要赚得这么狠啊，不要涸泽而渔，也要给大家分点财富啊，这个叫全球化减速。要从强调效率转变成更加重视公正问题。好，这个就要求什么？就一定要求全球这1%的精英必须要做让步，要做妥协啊。当然这是有难度的，你让它从50%的全球财富控制量下降到40%，甚至下降到30%，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如果他们不愿意，双方不妥协，那就会走向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会脱轨。什么叫脱轨呢？就是你会发现，当这个比例到了60%，精英控制全球60%的财富或者70%财富，总有一天，那么各个国家内部就沸腾了，就是产生了强烈的这种冲击现有制度的一切的这种行为都会出现啊。那么这个情况你会发现，每个国家都变成了一种有很强排外情绪的这么一种状态啊，比如说反对移民，然后反对这个国际贸易，设置贸易壁垒啊。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本来是一个全球统一的市场，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分裂。每个国家都要保护自己啊，你要保护自己，要设置贸易壁垒，你设置别人就会报复，所以双方就开始贸易战，然后进行货币战，你贬值我也贬值，看谁贬得厉害，来争夺市场份额。那么这就会毒化整个全球经济的这样一种生态环境。那么再往后呢，就是整个经济体系出现碎裂化或者叫区域化啊，然后呢，货币也出现区域化。当我们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啊，就非常像2战之前的状态了啊。我们知道大萧条期间，全世界的经济体分成了好几块啊，有美元区，有英镑区，有法郎区，还有卢布区，每个地方都是一个经济强势的国家来统治这个货币流通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些国家像德国和日本啊，就是因为它得不到全球市场，也得不到原材料的供给，所以这些人又要发展怎么办？你既然不给我，我就只有去抢，所以这些人就会变成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国家，或者变成军国主义的国家，就开始打家劫舍了。这就是2战爆发背后的经济原因。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在21世纪嘛，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和平稳定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我们离上次世界大战已经过了70年了，所以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不可能再出现一种类似于2战那样的一种状态，或者1战时候那种状态，也就是和平已久，大家神经就逐渐麻木了，就觉得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回顾历史，你会发现，和平发展它一定要有一个重要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全球化必须要得以维持啊，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没有了，你整个这个结论就会有问题。你就像1战吧，你比如说像1900年的时候啊，当时是大英帝国主导下的第1轮全球化，每个国家经济都在高速增长，都在工业化，生活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老百姓的日子蒸蒸日上，没有人想打仗，也没有人认为会爆发世界大战。但是短短14年之后，1战真的爆发了。为什么？就是由于当时的这个国际体系后来受到了挑战，全球化碎裂了，德国崛起了。它崛起之后，凭什么
你要垄断这么多资源，你不能分给我一些。英国说不分我就抢就打，双方就爆发了这种冲突。这还是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这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么就一定会产生这个不同势力集团此消彼长，实力此消彼长，然后双方在共同争夺有限资源情况之下，就会爆发争执和冲突。这是从历史上来看，这是反复出现的，啊，当然，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人性了，啊，就是生命不息，争斗不止，啊，谁也不能例外。那么关键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从英国公投开始开始这个触发这件事情，在未来一段时间，我认为会产生一系列连锁的反应。英国脱欧这个事情，我觉得触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这种后果就是打开了市场的想象力。我们以前都认为英国脱欧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全球市场也有这种看法。交易员，包括各种分析师，大家没有把这个风险作为一种现实风险来考虑。所以当英国公投这件事情真的突破，你会看到全世界的市场全部乱套了，而且由此引发的是我们对后续未来的市场的任何突变，包括黑天鹅事件，都会有一种放大的心态。我们认为所有事情都有可能，比如说1年前你说特朗普能不能当选美国总统，我相信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绝不可能的。但是你现在想法会变，如果英国公投这种小概率事件都能出现，那特朗普当选就完全有可能。你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那就任何的这种非常古怪、非常异常的事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话，将会在市场心理中产生一种极大的放大效应，它会放大市场的波动性。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这套体系中间有一个脆弱的环节，链条中间最脆弱的环节就是意大利。我记得在年初的节目中，我曾经专门讲到过这个德意志银行出现了暴跌。那么德意志银行的主要问题是它大量向南欧国家这个进行贷款，包括帮他们做了很多交易那么主要的一个国家就是意大利。当然后来由于欧洲银行的各种操作，把这个问题暂时给覆盖住了，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消失，反而在逐渐的积累和恶化，现在在加速恶化之中。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英国脱欧，结果导致意大利的银行出现惨跌。你比如说意大利第一大银行联合信贷，联合信贷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跌了多少？跌了60%。它的第5大银行跌了80%，第3大银行也是跌了40-50%。你会发现银行的这些股票现在已经跌得惨不忍睹了。为什么意大利银行体系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意大利银行体系中间堆积了巨额的烂账，多少？总共加一起3600亿欧元。在这3600亿烂账中间，这种资产最终的损失大概会超过2000亿欧元，也就是它这个损失率会超过50%。那么这么庞大的一个巨额的烂账，在整个欧洲银行体系中间，意大利一家就占到了1/3所以它是整个欧洲银行体系板块中间最脆弱的环节除此之外，全国的银行的坏账率达到20%以上。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意大利其实整个银行体系已经是危如累卵了。同时呢，意大利的财政赤字，它的国债总量是 GDP 的133%。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意大利政府是不可能有太多的钱去拯救银行体系的，因为它赤字太高了，拯救不动。所以意大利现在完全得指望着欧洲中央银行和欧盟这帮人来拯救它也就是意大利的银行体系已经变成了一种类似植物人的状态，必须要靠外部给它输液，否则它随时有可能断气儿。如果我们来看欧洲央行近几个月来的这个市场宽松行为也就是市场操作吧也就是印刷钞票、印刷欧元，然后买进各国的这种国债，那么实际上有1半以上的新增钞票是流向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我们常说婚姻像围城，而现在欧盟也成了围城。
外面排队的小兄弟还没拿到号，里面欧盟的重要成员英国却通过公投脱离了欧盟。当初建立时刷在墙上抱团取暖、全欧美丽的口号，游戏还没干透，如今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就跟闹分手的情侣一样，说出来都是眼泪啊！欧盟国家不用签证、自由往来的制度，让不该来的人也来了。什么小偷、骗子、抢劫犯、失足妇女、无业游民、黑社会，一窝蜂式的涌入最富裕有序的国家，一心寻找发财机会，这就导致艾滋病成倍增加，犯罪率迅速上升。这种流窜作案很难抓获，令欧盟各国警察非常头疼。欧盟经济越搞越没有活力。以年通胀率为例，先科普一下，这个数据高了代表经济活跃和物价飞涨，低了代表经济低迷和商品滞销。通胀合理的区间是2%到6%。欧盟的年通胀率从1980年的13.6%高位一直下跌，代表着经济活力也一直在衰退。欧盟为了减缓经济衰退趋势，从1994年奋斗到2015年，结果呢，年通胀率从4.7%变成了-0.1%。哎，不说了，先让我哭会儿去。另外，抱大腿的穷亲戚太多。欧盟也流行有困难找组织，东欧某国要造一个超级菜篮子工程，南欧某国要造一个超级大猪圈，这些超级工程都需要向欧盟申报援助建设。另外，西班牙、意大利、希腊都需要现金红包，反正要钱的很多，谁给钱呢？第一是德国，第二是英国，第三是荷兰、丹麦、瑞典。数来数去，要钱的比给钱的要多很多很多，这个抢红包的游戏就变得越来越不好玩了。只是第一个勇敢脱欧的英国已经出现了，下一个会是谁呢？我们大家都喜欢看这个美国的僵尸电影，意大利整个银行体系基本上就是僵尸状态，它其实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所以，英国公投这个事情刚通过啊，一通过，谁最紧张？其实不是英国人最紧张，被吓得要死的是欧洲央行的行长德拉吉，因为他知道整个欧元体系这1万多亿坏账中间，意大利是它最脆弱的环节，这一关要垮了，就意大利这个环节要是出现崩溃的话，哇，它会拉倒很多国家，比如说德国的这个银行，德意志银行，还有更多的银行会一个接一个出现大问题。那么英国公投这个事儿一完，马上德拉吉在中央银行会议上就号召全世界的央妈团结起来，共同去拯救这个银行体系，就是抑制风险这个外溢。就金融市场如果出现这么大动荡怎么办？必须要大家密切协调。他最着急，因为他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而意大利本身的这个银行的坏账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因为它的规模太大，而意大利整个经济体系，你比如说它这个坏账主要出现在意大利的南方地区，那些地区的经济现在已经出现了，应该说是非常深的一种萧条状态，那些企业是还不上这些贷款的，这就导致了坏账是必然会发生的，只不过是什么时候把它曝光出来。当然，现在欧洲央行有人提出就是欧洲央行可以直接发钞票，把意大利所有坏账全部买下来。当然，我认为这种做法的过于极端，而且也不一定会实现。就是在货币的这种政策中间，你直接印钞票去买独资产，这种做法恐怕是很难在全世界获得这个认同的。这会导致欧元信用出现严重危机，估计不敢冒这个风险。那剩下只有怎么办呢？成立资产公司，剥离这些银行的这些3600亿欧元的这种严重的坏账。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谁来进入这个资产管理公司？谁投资啊？然后这个资产打多少折呀？这都是一个很难谈的问题这样的话，其实亏损已经铸成，而且这个亏损的金额恐怕在几千亿欧元这个水平之上，意大利一个国家。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谁来为它买单？当英国公投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欧洲银行体系它这个银行指数以2天下跌20%的速度大规模的崩溃。这个现象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我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意大利的银行的体系问题就会彻底暴露出来那就会引发恐怕是欧债危机的第2轮，而且是更强大的一轮。这就是为什么德拉吉现在睡不着觉，欧洲央行现在非常紧张。当然了，在我看来，意大利问题暴露是迟早的事儿，就是这个危机根本就没有结束。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年2016年，对于所有汇率市场的投资者来说，最需要当心的就是你应该首先看哪个地方
应该看意大利，意大利的经济情况，它银行坏账的处理情况。意大利经济情况重点要看哪儿呢？是要看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如果你真是一个投资者，就应该买张飞机票飞到意大利，实实在在考察一下意大利现在南方的经济状况，包括它的就业、老百姓生活、物价、银行的这个坏账问题，包括各个公司经营情况，这些问题是第一手的材料，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你汇率投资的成与败。如果意大利的问题爆发出来，在我看起来这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那么欧元的问题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现在大家都关注的只是英国脱欧的问题，意大利这个事儿要是真是东窗事发，那这个问题要比英国脱欧的问题还要这个直接冲击力还要大，那就变成了欧盟的危机再加上欧元的危机，两重危机叠加。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各国货币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首先，如果意大利今年真的是再次出现严重的问题，那么势必把欧元拖垮，欧元一定会大幅下跌。在欧元大幅下跌的情况之下，美元会上涨，同时呢，人民币会大幅下跌，这个东西就要命了。比如说，我们来看英国公投到现在，英国公投之前，人民币对美元是这个6.5几，现在是6.6几。为什么会出现大幅下跌呢？就是因为人民币现在要盯一篮子货币，在这一篮子货币里面，欧元和英镑是两个大头然后当然还有美元，还有其他货币。如果说只有美元这一个东西在上涨，其他一篮子东西相对于美元在下跌，那么人民币就一定会跟着其他的这个货币对美元出现贬值。那么假如意大利的问题在今年某一个时刻再度出现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会同样会发生，这就会把人民币压低，同时美元会走得更强然后日元很有可能继续上涨。当然了，在这个体系中间，可能受益最大的就是黄金。最近我看到这个一篇介绍索罗斯在做的投资，在这个报道中间，你会发现索罗斯这个人的确是很有水平。他在2015年的年底开始大规模的配置黄金资产，尤其是最大的一家黄金公司巴里克公司买进了很多股票。巴里克公司可以说是全球最好的一个黄金的一个矿业公司，在前些年金价下跌的过程中，它被打得非常低，可以说是超卖了那么索罗斯挑在2015年的年底动手去买，可以说他这个时机判断极其准确，他就已经知道2016年全球的这个金融体系一定会出大问题。当然，如果说金融体系出问题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现在我们是看到经济、金融、银行这三者都在连环套了，在发生这个相互的这种刺激，所以他这个投资你会发现，巴里克公司的投资大概给他带来了155%的回报率，半年时间。所以老辣就老辣在这儿。当然了，这个索罗斯并没有判断出英国将会脱欧，所以他并没有做空英镑因为他不相信英国真的是会公投会脱欧，他没有做这种部署。但是他做空银行和做空整个股票却给他赚了大钱。当然还有他这个投资巴里克黄金公司，也为他赢得了巨额的这种利润。那么如果今年这个意大利银行如果真的是这个问题曝光出来，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我觉得索罗斯这个压的就太准了，因为这意味着银行体系，欧洲的整个银行体系会出现更大更深的危机。那么全球对于这种欧元体系它的稳定性就会产生更大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普通的投资人或者一般的这种投资人会对这种货币体系做更多的对冲。当然一方面他会去选美元，还有一些方面的人一定会去投资黄金。所以在意大利银行如果出问题的话，那就必然会推高黄金价格，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在我们看来，这对于我们投资股票的人来说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因为你会发现全球市场其实是紧密相关的我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提到一个观点，要在中国这个投资股市，你必须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尤其是要注意今年内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汇率。汇率如果稳定，
股票市场就有做头。汇率如果出现大幅下跌，那我觉得所有的投资都会出问题，包括股票市场在内。那么现在我们的汇率稳定不稳定，其实最终我们看到的跟这个全球的银行体系的健康状况有密切的关系。说白了，跟意大利有直接的关系。一般投资人能想到这一点吗？你脑子根本就转不过来啊！这就是我们一般投资人在想问题。我们只研究股市，我们只研究股票市场中谁在给我消息，然后谁在内部运作，你很少去关注它中间的连带性啊。所以，对于我们现在操作股票人来说，这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就是今年动荡风险，这是非常集中的，而且爆发起来它的波动的这种波动性是非常剧烈的，包括好几次这种大选都会影响金融市场，这是我们今天投资要非常当心的一点。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脱欧这件事情对中国整体的大战略会有什么影响？比如说对一路一带，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这也有很多人在讨论。那么我个人观点是，从短期来看，显然是有利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看到美国外交杂志也在分析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说的跟我想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英国脱欧这件事情会严重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原因我上期也提到过，就是美国是不希望看到英国脱离欧洲的，所以现在既然你出现了这么大的乱子，美国的外交体系中，他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到英国和欧洲这个上头来，保持它整个体系的稳定这是美国人现在这外交这个杂志中明确提出来的。他说这会分美国的心，美国要去顾欧洲，大量时间会投到欧洲这边来，所以他就会减少对亚洲、对中国的压力。比如说在南海问题上，如果说脱欧这个事情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美国在南海问题的压力你就很难再保持过去的高压了，因为你现在大量的外交资源，包括这个经济资源都会向那个方向转移，维持欧洲的稳定，这是美国第一要务。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是相当于把勒在中国脖子上这个绳子给你松了一下所以你的日子会好过，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方面原因就是，那么在英国脱离欧洲之后，全世界对欧洲的这个经济发展就是充满了怀疑。那么大家会发现，中国所提倡的这个新丝绸之路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机遇的，因为欧洲这边已经乱了，不一定靠得住，所以会有更多的国家愿意参与到一路一带的这个项目中间来，因为只有跟着这条路，这才是兴旺发达之路才是赚钱之路大伙儿会更愿意参加到这个项目中间来。所以从这个短期的战略来看，中国是获益者。为什么是短期而不是长期呢？首先，中国是一个在全球化的30年中间是一个主要的获利的国家，就是大量的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在沉沦的同时，制造业向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转移，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就这个意义来讲，这解决了中国的大量的人口就业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工业化的问题，解决了很多问题。可以说，我们在这一轮别人吃亏的时候，我们是占了便宜的。但是呢，这也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我们生产的能力作为世界工厂，我们不再是满足自己国内的需求，而是为了全球市场供应商品也就是全球化使我们中国的工业加工这种能力变成了一个面向全球的这样的一种配置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配置的产能就太大了。而现在的问题是，假如英国所引发的一场脱欧的浪潮，在今年的后半年，在好多国家会引起一定的回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发达国家欧洲和美国的这种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在日益下降，这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潮流，这是这个外部环境很难逆转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是今年出问题，就是明年出问题，或者后年出问题，只要财务分配继续恶化的话，总有一天这会出乱子。这一旦出乱子之后，这就出问题了。也就是英国这个脱欧事件具有着强大的政治传染性，如果是任其发展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全球化这个整个过程会出现一种严重的倒春寒大家会想，如果出现倒春寒，最后会导致什么现象？会导致全球市场的逐渐的瓦解
可能会出乱子。那美国呢？美国作为世界老大，它难道不干预吗？关键是在财富分化越来越极端的情况之下，美国内部也会出乱子。现在我们看到了特朗普这种事情，就已经说明了这种趋势正在酝酿。假如全世界1%的人控制的财富达到60%，或者达到70%，美国当年2011年占领华尔街的现象将重现，而且规模更大。那个时候，不仅纽约、华尔街住满了人，连华盛顿的广场上也住满了人，一住就不走了。那么政府的整个体系也会瘫痪，因为在这么严重的贫富分化之下，没有人还有晋升，还有这个发展的机遇，大家就会铤而走险。那这个时候，美国的国内也会出大问题。所以，一旦到了那个程度的话，全球化，我们所说的全球市场和全球化必然瓦解。这样的话，全球市场就瘫痪了。那么这个时候，中国所面对的这个出口的市场，你还怎么维持，还怎么运行，这就会对中国构成强大的不利的效应。所以，我们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化倒春寒最大的受害者。除了不利的方面之外，有利的方面是什么？就是在英国公投之后，我们会发现普京非常敏感地把握住这个时机。他在6月份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重大的概念，这个计划叫大欧亚伙伴关系。什么叫大欧亚伙伴关系？就是以前俄罗斯人搞的是一个欧亚经济同盟，就是中亚的这些5国加上哈萨克斯坦，包括这个白俄罗斯，他们几个国家建立关税，建立甚至包括未来的走向货币同盟，这是一小块地区。那么普京一看英国要脱欧了，欧洲要大乱了，他把这个问题升了一级。这个大欧亚伙伴包括哪些呢？除了刚才这些国家之外，还要包括印度，印度是个大国，是个人口大国，巴基斯坦，包括伊朗，如果是这些国家全部包括进来的话，那就在整个欧亚大陆的核心板块，它的中心部位就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同盟。我记得非常清楚，在5月份参加哈萨克斯坦这个圆桌会议的时候这个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5分钟的讲话中3次提到了上海合作组织，我印象非常深，因为5分钟发言嘛，一个人说5分钟，居然3次提到上合组织，为什么？我相信，如果真要是打造大欧亚这个伙伴关系的话，治安就是它的安全体系谁来负责其实哈萨克斯坦总统提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强大的战略威慑力，才能使欧亚大陆中心这个地方处于稳定的状态。为什么上合组织是个很好的平台呢？就是这个组织它跟这个大欧亚经济伙伴，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相平行的组织就像北约和欧盟一样。大欧亚伙伴相当于欧盟，而上合组织相当于北约。你在这里必须要维持强大的一个多国部队，或者叫盟军，或者叫联军，来震慑周边的这些恐怖主义也好，或者其他这种军事集团也好，它才会有一种真正的影响力和对于这个地区安定所带来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基础才会有。所以我在想，这个英国公投这件事儿是不是有可能提供一种历史性的机遇，让中国能够更深程度地参与新一轮的全球化，并在中间发挥越来越大的领导性的作用，这都有可能。我们总结一下吧，这个英国的公投这件事儿对大家这个投资理财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今年市场的波动幅度将会变得更加剧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任何投资过程中，你只要涉及到投资的汇率、外汇这些领域，都要密切重视一个遥远的地方，这就是意大利。意大利，而准确说是意大利的南方，它会不会出问题？会不会引发这个意大利银行体系这个危机被曝光出来或被引爆出来？那么这就将牵扯到欧元，而欧元又会影响到人民币。所以我们在做任何投资的时候，都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